周日，英国迎来超级比赛日，温网男单决赛和欧洲杯决赛先后打响，比赛现场涌入大批观众，球迷热情高涨。这段时间受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影响，欧洲各国也正在经历第3波疫情。球迷们在英格兰的活动也造成新冠病毒加速扩散。英国政府却宣布打算在本月如期实施解封计划，专家担忧疫情将再度失控。当地时间周日下午2点，2021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在温布尔登中心球场举行，由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对战意大利选手贝雷蒂尼。最终，德约科维奇拿下职业生涯第6个温网冠军，这也是沉寂了1年之后，温网再次对所有球迷敞开怀抱。根据英国政府的政策，作为试点的解封活动之一，不对温网实施口罩禁令及社交距离限制措施。决赛阶段，温布尔登中心球场允许15000名球迷进入，座无虚席。从转播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几乎没有人戴口罩。有分析指出，这也解释了近日英国新增的病例中男性占多数的原因。有英国网友发帖称，看温网和欧洲杯还以为疫情已经结束了，但实际上，英国卫生部门统计显示，过去1周时间里，该国有约4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，连续3天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3万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报道称，模型显示正在流行的英国第3波疫情将持续到秋季，还有5000至15000人将病亡。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著名流行病学家亚当·库哈尔斯基教授认为，由于德尔塔病毒的传染性超强，因此疫情峰值极有可能达到每天新增感染人数为5万到10万人之间。在严峻形势下，英国首相约翰逊仍然于上周宣布，决定按计划推进自7月19日起执行疫情防控的第4阶段措施，也就是解封，包括取消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规定，但保持边境控制措施，并敦促个人承担防疫责任，而不再依靠政府法令。约翰逊认为，该国完成2针疫苗的人口超过64%，因此达到解封条件。但根据钟南山院士研判，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情况下，免疫屏障必须达到80%以上，这意味着英国解封存在较大风险。外界注意到，英国疫情曾一度缓解，但被德尔塔变异株破防。5月27日，英国卫生大臣马修就已经宣布，该国民众至少接受1针疫苗的比例达到91%。但哈维同日表示，由于大量印度人来到英国，给英国带来了大量印度的变异病毒。他当时还透露，英国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比例激增103%。医学专家指出，英国作为全球接种比例最高的国家，但德尔塔毒株却造成了新一波疫情，这提醒公众仍不可低估疫情的反扑风险。美国的疫情也不容乐观。CNN 报道称，上周3至周6连续4天，日增病例都超过2万，其中超过1半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拜登刚刚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宣布战胜疫情。美国前期接种疫苗推进速度一度很快，拜登在3月中旬宣布提前完成100天接种1亿剂的目标，但其后陷入瓶颈期。到目前为止，完成接种的人口不及1半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警告，美国有超过900万人生活在病例持续激增、疫苗接种率低于40%的县，而这些地区也是德尔塔变异株传染范围最广的地方。彭博社日前发布新一期的全球抗疫排名，美国排名第1，成为全球第1抗疫大国，中国排名第8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就此作出回应。这几天，我的好几位同事和朋友都在问我，彭博社这个报告是不是印错了？他们还问，在他们心中，一向权威的彭博社，怎么能如此小儿科？赵立坚指出，看到有关报道说，彭博社的所谓全球抗疫排名，为了达到美国第1的结果，不惜将以往排名中最为关键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等要素删掉，并将执行封锁和出入境防疫管理政策视为负面因素。这既不符合事实，也不尊重科学，更不尊重生命。中国人常说，老百姓心中有杆秤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所谓的排名和民调结果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也许今后还能把死的说成活的。我想，世界民众只能表示
呵呵了，姑且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吧。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有12天，但东京的疫情却在恶化。菅义伟执政以来，多次坚定表示，疫情之下也要如期办奥运，以向世界展示日本的智慧和勇气。但日本舆论直言，东京奥运会是菅义伟执政以来的最大赌注。日本共同社报道，上周四，日本政府宣布东京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，期限为7月12日至8月22日。这意味着整个东京奥运的赛期都处于紧急状态。甚至有日本官员担心，东京奥运会可能出现因疫情而中断的情况。日本的疫苗的覆盖率毕竟它已经达到了30%以上了，所以说传统的一些公共卫生手法，如果在出现了任何小的感染爆发的时候，它是有足够的能量去可以处理的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疫情基本上大概会对日本有所影响，但是我认为它不至于因此而中断了奥运。东京奥运的防疫漏洞也令人担忧。根据日本政府的入境政策，东京奥运会、残奥会特例入境的选手和相关人员将被免除入境隔离，入境后可以一边接受核酸检测，一边进行训练。日本立宪民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批评这一措施有漏洞。东京新闻此前报道称，今年4月至5月，约1700名外国的奥运会相关人员在入境日本后，根据特例入境条款未接受过隔离。这一数字约占奥运会相关入境人数总数的85%，其中1人在入境4天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，结果呈阳性，这4天内他也并未隔离。日本 NHK 电视台记者发现，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方面存在较大漏洞。日前，在他们跟拍入境的阿富汗奥运代表团时，有2名运动员竟然因为语言不通，错误地进入了普通旅客通道，所幸阿富汗代表团全员检测均呈阴性。还有媒体发现，接待运动员的酒店同时还接待商业游客，而且没有实施隔离措施。有运动员担心这将造成疫情传播的风险，影响自己甚至其所在国家代表队的整体表现。